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耶律律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城市三高病，高层住宅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。首先，我在这里说一下，高层住宅的未来其实就是没有未来。大部分高层住宅能使用多少年呢？有很多答案，30年的也有，50年的也有，70年的也有。但是真正可以使用的寿命有多长？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答案：30年。城市三高是哪三高？第一高，高增长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。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可能大家也想过，中国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要选择高层住宅楼？是地不够用吗？还是人太多了？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想，因为中国人多呀。这里我举一个反例，就是日本。日本的人口密度是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的。比如说东京的涩谷十字路口，全世界最拥挤、最繁忙的十字路口。东京的平原面积是远远不及上海那么多的，但是大部分居民其实他都可以居住这种独栋的别墅，并不是说我们地不够，我们人多，所以我们才选择住在33层这种高层住宅里面。我们的广大农村地区其实都是一户建的，大家一回农村就觉得哇，空气也很好，居住环境也很好。既然我们农村能做到一户建，那城市其实也可以的，并不是人多地不够的原因。中国一直都在号称我们40年走过了西方400年的路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增长是非常高的。有一个数据是说，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0年的时候差不多只有53%的样子，2022年到了65%，65%是什么概念？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的标准是75%，也就是说我们还差10%就可以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的标准。在每一个经济体高速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势必有大批的居民涌入到核心的城市，那省会城市的人口往往都在1000万以上。从农村的这个例子以及日本的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我们并不是因为地少人多而选择了高层住宅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住摩天大楼，而是因为在这个高增长的过程当中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支撑我们可以做到城市周边的独栋建筑。因为你想啊，每一个独栋建筑的社区里面都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，比如说水电煤的管路、交通通讯等等，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。当然在我们高速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并没有那么多钱。相反，高层住宅的好处就在于，第一，容纳的人数非常多；第二，它对于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要求比较低，投入比较小；第三呢，非常聚集。在我们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，城市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，提高效率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。大城市都有城市病，就是拥堵，全国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在用限号解决城市高血压的问题，有的大城市是单双号限号。高增长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，那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定要承受的这种痛苦。第二高，高隐患，对应了人体三高的高血脂。高层住宅的大部分问题其实并不是人居的问题，比如说绿化率低啊，或者城市公共空间少啊，比较吵闹啊什么的。高层住宅根本就不存在居住品质的问题，因为高层住宅除了安全隐患，其他的所有问题都是多余的。高层住宅的维护费用以及它设备设施的这种老旧更换，才是高层住宅未来的命脉。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有新闻爆出来，西南沿海的城市有台风的时候，落地窗直接被大风掀翻，家里面的人直接从楼里面吹出去，掉到小区楼下。另外，高层住宅在发生地震、火灾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办法避难的。地震我就不说了，压根儿你就来不及跑。着重来说一下火灾的这个隐患。全世界最高的消防云梯可以达到110多米，中国最高的消防云梯可以达到102米。102米的消防云梯在北上广深这种城市里面也是非常少的，因为一台就要差不多2500万。我们现在普遍的高层还用不上这种消防云梯，大部分都是20-30米就了不起了。但是我们33层的这种楼大概就有80米这么高，所以火灾的救援是非常困难的。高层住宅还有一个核心的安全问题，就是它的电梯。电梯是非常依赖于城市基础建设的。比如说停电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经历过，停电的时候是外卖员最头疼的时候，因为要爬楼去送。那如果你上班的话怎么办？一边在维修一边通，然后所有人都挤着一边的电梯，堵得要死。高层住宅所使用的电梯，它的寿命差不多只有20年，20年之后要换这个电梯，那我们现在都交这个大修基金。但是这个大修基金能不能撑到20年以后去换这台电梯，是一个未知的问题。别说我们不知道，就那物业管理的公司他也不知道。我的猜测是，20年以后要更换这个电梯，大概率要业主自己筹钱。
外立面脱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。我们最近已经有新闻去说了，外立面脱落在下面砸伤砸死了行人。除此之外，照明和消防系统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，每隔个3、4年检修一遍或者更换一批。负一层以及楼顶的这种机电设备，也是每隔个4、5年可能就要更新一批，这种维修的费用也是非常高昂的。所以住这种大型小区，你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拖了又拖，拖了又拖，根本就解决不了。哪儿坏了哪儿需要修，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以克服的问题。我们的文化里面，什么东西坏了能凑合用就将就着用，哪怕人去将就那设备，那设备不能换个新的来将就人。好，安全隐患对应我们人体的高血脂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的血管里面会不断的堆积一些垃圾，堵塞你的血管。忽然有一天，这个人就生病了，脑梗啦，或者心血管疾病啊，等等这些个疾病，它都是慢慢的积累而成的。高楼大厦也一样，突然有一天水管爆裂了，突然有一天停电了，突然有一天外墙脱落了，跟我们人体正常的老化是一样的。第3高，高密度、高血糖。刚才我们说，大部分的高层住宅使用寿命大概在30年左右。按照我对于维修的那个悲观来说，最多20年就了不起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密度的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。住房子讲究的就是人与环境的互动，当这个互动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唯一能做的，你还想住下去，就得忍耐。忍耐什么呢？第一批的商品房大部分都是6、7层的，我小时候就是住在这种房子里面。假设有一天有一户到冬天了，他不愿意给你交取暖费，供暖公司协商说，那你们这个小区你就别供暖了，因为有人不交供暖费嘛。那种多层的楼房集体供的，没有一家一个阀门那一说。我小时候有一家不愿意供暖，每年都不交费，然后导致其他人每年都要挨冻1个月，然后再协商干嘛的，或者大家凑钱给他把这个交上。但是后来过了几年之后，大家都忍受不了了，结果就是他把房子卖掉，绕了点弯路，维护了大家所有人的这个权益。那么万户小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家家户户都有阀门，你只需要交一个30%的过路费，就是这30%的过路费每年都收不明白。大部分人不供暖的情况下，这30%的过路费其实是不交的，不交物业和供暖公司其实也没脾气。万户为单位的小区常住人口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，能达到50%已经算是顶高了，剩下50%要么是空置，要么是流动人口。他们交物业费，或者说物业来收取这个物业费，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。这种问题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它跟多层的楼比起来，麻烦还在后面。所有人都在担心这个会不会变成贫民窟的问题。其实我想说，这种贫民窟的问题在现在已经显现了。比如说我以前住过一个回迁房，这个人很明显就是在他们村比较牛，盼防盗门中间有一块铜牌子写着张府，他有旧时代的那种烙印带到了高层住宅，虽然有点违和，但是你不能说不是一个府。可能有人不知道回迁房是什么，城市中间有一个村，这个村之前都是自建房，棚改的政策把这些自建房都给他们拆掉，把这些村民都安置到单元楼里面，也就是高层住宅里面。这种高层的住宅好像只有50年的产权，在我来看是离贫民窟最近的一种房子。怎么它离贫民窟就近了呢？我住那个楼的时候记得很清楚，每天楼上都有小孩去拍球，然后有一个穿高跟鞋的妈妈过来不让他拍了。我在家里面不管是挪椅子还是挪桌子，总有楼下的人跑上来给我敲门说，你别在家拖桌倒椅的，弄得我们家都没办法休息。那这种就很容易被投诉。门上永远贴满了各种各样各色的开锁广告，电梯除了门那一面之外，剩下3面全是广告，循环播放啊，烦得你要死。楼门洞门口一排一排的电动车，只留一个小过道，你差不多侧着身能过去的那种小过道。这样的环境，你能说它是一个现代的居住环境吗？显然是算不上的，它甚至都不如离城市比较近的农村。为什么要说30年的使用寿命忽然变成20年了呢？每家每户的拆旧盖新，在户内的装修20年之后，过去装修的再豪华，20年以后你就得面临重新装修的困难。那重新装修的时候，你想想那个邻居矛盾是什么样子的。你现在住进一个新房子里面，心是热的，别人装修的是钻，你没有那么反感，因为家家户户都钻，你也钻过别人，别人也钻你，大家没有什么的。但是20年后就不一样了，大家都是老业主，你家翻修的时候我家不翻修，大家互相吵互相折磨。当这种折磨再加上周围的环境也在老化，
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是住你是不住，横竖都得花钱，你搬出去得花钱，你住在这儿得忍受还得花钱。反正我觉得大部分人肯定还是住的。住的情况下，这种邻里的矛盾其实是没有办法调和的，只有忍耐。有时候矛盾多了就比较考验人的尊严。如果说不愿意闹到那一步的人，在20年这个区间里面，可能就会提前搬出去。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对于房子这件事情都是喜新厌旧的。所有人买房卖房的时候都会问房龄啊，因为房龄越老的房子，它势必邻里之间的矛盾、业主跟物业之间的矛盾，以及小区跟其他小区之间的矛盾就会非常多。最近就有很多新闻关于停车的这个问题，本来跟你没关系的一件事儿，但是因为你是这小区的一份子，你得出主意啊。你出主意的时候，势必就要着急上火。高密度的小区是不适合人居，而且容易产生邻里矛盾，所以前面说的那个30年到这里就不成立了。其实它会缩短到20年这个区间里面。有的小区如果建设不够那么好的话，有可能会更短。目前这种回迁小区也有10几20年的，可能矛盾已经在爆发当中了，只是大部分人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，暂时大家还能够忍受。